你疯了！这样的手印，跟那个守祠堂长大的傻子领证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秋宁，你脑子缺根筋吧？陪何家过了2年苦日子，现在眼看着商贾要开发了，地契能换大钱了，你净身出户，你是要气死我呀！妈，商部补偿是按地契给的，那是何家的名字，他们那种势利德行，能分给我1分钱，那也不能自甘堕落呀。小妹，你这嫁给傻子，以后咱沈家出门头都抬不起来，人家背后得怎么戳我们几两骨？说咱沈家出了个倒贴吃儿的货。你现在立刻去把这婚退了，趁还没传开，赶紧断了。我不退，我这辈子守着潘家那几间破瓦瓯过，也比在何家当牛做马强。那傻子家连口余粮都没有，那是人住的地方吗？你这是没享福的命。命是我自己的，我自己走。哎呦，这老家具得好好擦擦。等咱家搬进省城的大洋楼，这些旧东西啊，除了这几件红木的，剩下的全赏给下人。县府的告示下来了，咱家城郊那几10亩地，稳稳当当划进新商渡的开发区了，要盖大码头。爹，真的？那官府给的补偿款得有多少？少说也得这个数。以后咱何家在省城，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体面人家了。爹，商部开发是好事，但地契还没换成现银，凡事还是等落定了再打算。你懂什么？丧气话少说。我们家子安现在是金饽饽，不像有些人进门2年多，连个能成香火的蛋都憋不出来。以前2家门当户对，我沈家也是书香门第，谁能想到一个钱字，银子还没见着，这家人已经把头仰得看不见地了。离了好，儿子，妈下午就带你去见临镇的小翠，人家家里也要拿商部补偿款了，那才叫门当户对。沈氏，别怪我们心狠，你这种无所出的女人，留在我们家也是耽误子安的大好前程。就是10里8村，谁不知道你沈秋宁是被休出来的？在这周围，你是别想再嫁体面人家了。以后啊，你就等着远嫁到深山旮旯里，给老官夫当田旁吧。秋宁，你性格太犟，离了婚你也反思反思。这世道，太硬的女人没男人敢要。我性子犟，苦日子能过，但窝囊气我1秒都受不了。傻子，你要不要老婆？哎呦喂，大家快来看啊！沈秋宁疯了，离了婚要去嫁给守祠堂的傻子。沈秋宁，你为了气我，连廉耻都不要了吗？我认真的，敢不敢现在回家把你家户籍簿拿出来，跟我进去登记？这沈家姑娘平时挺体面的，怎么和离之后脑子坏掉了？傻子配疯婆子，绝配！敢吗？敢你就去。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我看他是被你吓跑了。走走走，咱家去酒楼庆祝，别看这出闹剧了。如果连他也跑了，我就真成了一个笑话。老婆，步子拿到了。走，进去登记。何广田，你以为离婚能逼死我？我就是要让全镇人看到，我沈秋宁宁可嫁给痴儿，也不回你那个吃人的家。你儿子连个傻子都不如。亲家母，前2日我儿和你家闺女在县府按了手印儿，我们理应该上门认亲，这是一点薄礼。真是穷酸破落户，这种东西也敢拎上门，丢人现眼。大娘，进来坐吧。丢人！
我们这是5000元大洋的聘礼，给小宁的。大娘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知道我家大俊配不上你，可我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这钱是我们全家的命根子，都给小宁。比不上人家给12800大洋的，但别人家儿媳有的体面，我家儿媳也得有。于大姐，这钱怕是你们全家的底儿吧？求您那是和离过，再嫁也是嫁，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于氏的亲闺女。既然是娶媳妇儿，就得正正经经的办。今天晚了点儿，明天你要有时间，我们去镇上的钱庄，我把这汇票转到你名下。走吧，儿，咱回家。人心比人心呐！何子安他妈当初为了100块大洋的改口费，跟我们吵了大半个月，如今守祠堂的赤儿家，眼都不眨的拿5000元家底娶我再嫁的闺女。这钱估计是大俊他爹当年修祠堂出事时的抚恤钱，那时候一条命也就值这些。现在这世道，谁家不防着一手？可他们连口细粮都舍不得吃，却把命根子钱主动给妹子，哪怕是个傻子，这心也是热的。宁宁，妈本想瞒你一辈子，但现在看，这就是命。妈，你说什么？你这辈子注定是要报答那傻子的。这事儿我本打算瞒你一辈子，如今看潘家母子这般掏心掏肺，也该告诉你了。你还记得小时候约摸6、7岁光景，曾在村口荷塘失足落水吗？别怕，没事了。落水，我隐约记得有这么一回事，只当时年纪太小，记不清是谁救了我。那时他还是个伶俐娃，可后来遭了变故，才变成如今这般模样。当年他救了你一命，如今潘家又在你最难的时候收留你，拿出全部家当待你，2份恩情摆在眼前，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？你往后好好过日子，便是最好的报答。为了让人知道我前夫不如个傻子，我让妈妈挑了个好日子，请了镇上最响班子，敲锣打鼓的把自己嫁过去。哟，何大少爷，真巧啊！沈秋宁，你故意的吧？选在跟我同一天成亲，还整出这么大动静。子安，别理他，他也就是嫁给个守祠堂的痴子，才闹出这动静，博个眼球，真可怜。媳妇儿，看红苹果，给你吃。我不觉得可怜，至少我嫁的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懂报恩，有真心，不像某些人披着人皮不干人事。你，师傅们使劲吹，别让咱们邻居的大喜日子太冷清了。哟，这不是秋宁吗？今天也是你大喜的日子啊！这牛跑得挺快啊，得有2牛力吧？这叫返璞归真，何哥你不懂。哎呀，这天可真热。秋宁，热不热啊？我这车里备了冰块，要不上来坐坐？我送你一程。为了羞辱我，你竟然借了高利贷去省城租洋车。何子安，你真卑微。看在老相识份上，你那傻老公要是拉不动牛了，跟我说，我打发点钱给你们雇个黄包车。你这车再好，也是租别人的，我们这牛
是自家的。还真是，听说老何家为了这婚礼把地契都抵押了，这洋车租一天得不少钱吧？打肿脸充胖子，还不如人家赤儿活得通透。媳妇儿，咱坐稳了，自家牛回家不用交租金。真是想不开，放着大户人家不要，嫁给一个痴儿，怕是无所处被赶出来的吧？那何家现在可是攀上商埠开发了，富得流油。大娘，这是咱镇上感念大俊他爹当年为护祠堂出的力，特意批下的500元大洋奖序，还有这些米粮，您收好。好，谢各位，谢族里照顾。宁宁，咱家底子薄，不比那何家风光，但这钱你得拿着。以后这个家你当。大俊要是敢欺负你，我打断他的腿。妈，这钱您留着，咱以后好好过日子。吃西瓜喽，吃西瓜喽，媳妇儿吃大的。婆婆真是用了心的，这床新被子怕是攒了好久的绣活才换来的。老婆，你好香啊！大俊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丈夫了。你真是我老婆了？你娶了我就得护着我，往后家里出力的活你要干，你脑子转得慢，我说的话你要听，行不行？好，我听老婆的。我力气大，我干活。那你现在亲我一下。就这啊？你还得抱我？我抱着呢。不是这种抱，哎呀！老天爷，他根本什么都不懂，我该怎么教一个痴儿圆房啊？我一定要有个孩子，撕烂那些长舌妇的嘴。哟，这不是沈秋宁吗？为何家守了2年活寡都没动静，怕是块盐碱地吧？可惜了，地再肥，种不出庄稼也是白搭。谁知道呢？我听说她出嫁前就不安分，身子早出问题了。那可不，这种败坏门风的，活该没后。无所出，败坏门风。贺子安，你为了保住你那点可怜的面子，竟然让你爹妈编出这种恶毒的瞎话来回我。媳妇儿，嘿嘿，玩扣扣。大俊受过惊吓，但他身子是好的，这孩子一定能成。大俊，咱们该圆房了。圆房？是吃圆圆的红果子吗？媳妇儿，我要吃果子。难道真的是我没魅力，还是他根本就没看上我？秋宁啊，这是咋了？一大早魂儿都没了似的，是不是大俊那小子欺负你了？妈，你说大俊是不是没看上我呀？胡说，他稀罕你的紧呢。你不知道，定下婚事那几天，他高兴的几天睡不着，半夜都在院子里咣哐劈柴，一身的劲儿没处使。我想也是。那他为啥不肯跟我要孩子啊？他心智不全，不懂这些，你得给他点时间。妈等会儿帮你跟他说说啊。不对劲，妈肯定知道什么，她在瞒着我。他那反应不像是有病，倒像是我是个要吃人的女妖。他到底在怕什么？
这件事儿我一定要弄明白。宁宁，起来啦！快带大俊吃早饭，妈手笨，你将就吃点儿。妈，你这都做好了？按规矩，新媳妇头3天该敬茶做饭的。不兴那个，不兴那个，你是镇上的小姐，细皮嫩肉的，哪能干这个？快吃。妈，你怎么不吃米饭？啊，我爱喝粥，昨晚剩的，不吃浪费了。这不是我出嫁那天沈家席面上剩下的红绸残烛吗？他竟然全捡回来了。这哪是剩粥，他分明是把刚买的新米全留给我，自己喝这种坏米煮的粥。妈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宁宁，吃红烧肉，别人给的，香。大俊，咱们去给妈送饭。于是也是命苦，给吃儿子娶个媳妇儿，怕是把棺材本都折进去了吧？折进去又咋样？镇上的小姐能跟他过？我看呐，不出3天准得跑。看他那穷酸样，新媳妇儿进门连个银镯子都买不起。妈，我给您送饭来了。宁宁，你怎么来了？您辛苦了一上午，我不放心，特意煮了茶，还有大俊带回来的肉，您快趁热吃。妈，以后重活咱少干，我不怕吃苦，以后我挣钱养您。宁宁，刚才你叫我啥？叫您妈啊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虽然现在穷，但妈勤快，后山有桑林，棚里有鸡，只要稍微动动脑子，日子总能活起来。我不能让这种好女人被碎嘴子欺负一辈子，这穷根我拔定了。妈，咱家那几只兔能不能分笼养？我想试试新的法子，再攒点钱买些上好的丝线。行，宁宁你说啥就是啥，妈都听你的。于是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家那沈秋宁以前在何家厉害得很，光是进门改口费就要了人家100块大洋呢。我也听说了，她自诩书香门第，嫁过去啥活不干，最要命的是进门2年连个小洞都没有，怕是子嗣元宝。这些话又是何家那帮畜生造的谣。她是被休了没地方去才嫁了你家痴儿，你以后有的受喽。按规矩早上要给婆婆敬茶，她人呢还缩在屋里当大小姐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反正你家穷，只要她肯过，你母子俩该忍就忍吧。说完了吗？我家秋宁啥都做得好，秀活利索，心肠也好。之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传闻是那家人心肠毒，故意坏人名声。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门，那是他们何家没福，配不上我们秋宁。她在我这儿就是我的亲闺女。对，你家有福，等她一辈子不喊你声妈，看你还……妈，我亲娘哎！妈，早起的热粥我快熬好了，快回屋洗手吃饭了。哎呦，于老太，你家那痴儿子又去帮王二家扛大木了吧？一碗剩饭就打发了，真是好使唤，可不是嘛？还有他那刚过门的儿媳妇，听说懒得连绣花针都不捏，全指望这老骨头拼命呢。我看谁在这嚼舌根子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慢点，我儿哎，田里不平，别摔了。妈，喝水。你呢？中午怎么吃的？妈，你别操心我一个大人了，还能给自己饿着成。赶紧吃，哎，肉多着呢。哎，妈这就吃。这身子骨跟干树枝似的，大风一吹就能散了，得赶紧把日子过起来，不能让妈再受这种罪。大俊，停下！媳妇儿，搬木头换馒头。秋宁啊，你看这活马上干完了。王二，这壮劳力你使得挺顺手啊。想要人干活，行啊，按镇上的工钱结账，少一个铜板都不行。哎呀，乡亲里里的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大俊，走回家，家里多的是活给你干，往后谁叫你都不许去。媳妇儿疼，轻点儿。回家，我给你煮阳春面吃。媳妇儿，给你好东西，别人给的，可甜了，你快吃。大俊，哈哈，
沈秋宁，我没看错吧？一颗破纸包糖你当成宝？当初跟着我的时候，你缺过这点玩意儿，看看你现在沦落到连颗糖都吃不上了，这就是你选的好日子？是啊，跟着你是不缺糖。得，这糖虽小是人心，跟着你，我有命拿钱没命花。你什么意思？跟着这痴儿能有什么出息？就算吃糠咽菜，我也跟着他。何子安，你买糖的钱还是留着治你那虚耗过度的病吧，毕竟你家那点家底，迟早被你做完。我看你是跟这人待久了，脑子也有病，活该受穷。对，我不怕吃苦，但在你家，一日三餐是牌桌上赢回来的。家里家外全是你在烟馆酒肆结交的狐朋狗友，你地里的活是打算用嘴犁出来的吧？全家人躺着等我伺候，还得防着我跑路，那叫日子，那叫坐牢。你这泼妇，不就是让你干点活吗？不许欺负小宁，小宁跟着我，以后都不用干重活，我什么都能干。看什么看？走，回家。大俊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给老婆做好吃的。我不怕吃苦，只怕没人疼，余生有这颗糖就够了。嫂子，是我小宁，我想问问，如果我在潘家镇这边想做点成衣绣品生意，规模不大的那种，哥哥嫂嫂能帮衬下吗？哎呀，小宁啊，你哥早说让你回沈家，听嫂子的，你要卖货。我们在省城有现成的铺子和货源，你要开绣棚，我们有现成的老主顾。实在不想操心，就让你哥派马车帮你送货，哥嫂绝亏不了你。嫂子，你们厂里做南长衫和老太太的寿衣常服吗？我想先从这些入手。行啊，我们厂里的裁缝师傅手艺顶尖，有样图就能出货，只要你能找着销路，啥样式的成衣厂子里都能做。谢谢嫂子，你就是我亲姐。小宁，吃瓜，井里镇过的凉。小宁不哭，是不是想家了？想家，我陪小宁回沈家。小宁不哭，我以后再不让何子安那个混蛋欺负你。我去给你买糖葫芦，好不好？都饿了吧？妈去给你们生火做饭。妈，忙了一天辛苦了，洗手吃饭吧。好，吃饭，咱们一家人吃饭。大俊，火小一点，别糊了。好，听媳妇儿的，火小小的。妈，就等你了。天气太热，我煮了米茶，快来喝两口解解渴。这得炒很久啊。我看米缸里的米发霉了，洗净晒干炒一炒，吃着放心。大俊帮了不少忙，他挺能干的。哎，你多让他做事儿，他就是笨一点儿，得教。那些发霉的米早就被我偷偷埋了，这些是新买的好米。妈，以后咱不吃苦了。妈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，我想把咱山里的山货和我的绣品送到省城的商行去卖。这事儿得投钱，也许会亏，我也没十足的把握。你个乡下丫头还想做生意，别把家底赔光了。要是你们不同意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宁啊，妈把钱交给你就是你的，想做什么你就做，要帮忙就跟妈和大俊说，我们没啥本事，要是不会你就多教教。我都听小宁的。何家视我如草芥，而他们却把仅有的草皮拔了，也要给我编一条向上爬的阶梯。妹子，按你说的，这面墙咱们刷成雪白色，到时候把那几扇大明窗一开，采光极好，最适合绣花走线。行，嫂子你眼光我放心，咱这锦绣坊就是咱翻身的本钱。慢点儿，别砸着脚。帮媳妇儿盖大绣棚我不累。这沈家真是有意思，闺女合理改嫁个痴儿，全家还倒贴钱过来修房子，怕不是脑子都烧坏了，这钱扔水里还能听得响呢。哎呦，这阵仗真不小。老何，你看沈家这一家子就没个精明人，嫁个守祠堂的痴儿不说，娘家还真舍得下本给别人家修房子，真是倒贴的典范。老何，你们那片商务开发的补偿款快下来了吧？快了，
年底准到账，我打听过了，少说得有5000元大洋。到时候我们就去省城买大洋楼坐洋车。某些人啊，就是没那个享福的命。就你这丫头，现在何家多好，非要闹和离。他脑子不好使，能怪谁？这就是命。这2个老东西嘴里喷什么粪？我去撕了他们的嘴！理他们干啥？狗咬你一口，你还能咬回去？爹哥，没事儿，看我的。哎呀，要死啊！破哪儿呢？哟，这不是何叔和马姨吗？刚从麻将馆回来啊。沈秋宁，你成心的吧？没看见这有人？哪能啊！我这忙着搞事业，眼里只有钱，还真没瞧见2位。听刚才那动静，我还以为谁家大鹅没关好，在这嘎嘎叫呢。你个没人要的扫把星，守着个吃而过吧！我们家马上就要领5000元大洋的补偿款了，你后悔去吧。5000元那是挺多，不过啊，就冲你们家这德行，有钱也过不好。那钱啊，指不定是给谁家败家子儿还赌债的，还是留着买药吧。你个牙尖嘴利的丫头，不许欺负我媳妇儿！走开，走开！大俊，咱回，跟他们说话拉低咱锦绣坊的档次。5000元大洋很多吗？对于我的锦绣坊来说，那只是个开始。哟，这不是最讲究体面的公公婆婆吗？怎么大太阳天的，连个遮阳的棚子都没有，就这么晒着呢？顺路过来看看，没打算进去。我们就喜欢坐着敞亮的，凉快。当初何子安成亲那天，6辆进口洋车，全镇都说你们发了大财。现在想想，那都是借钱租的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租洋车的钱要是留着买辆像样的马车，现在也不至于让您2位老人家风吹日晒啊！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现在我家也买得起，只是没挑好罢了。就是那些便宜货我们看不上，肯定要挑省城最好的。行，等你们买了劳斯莱斯再来跟我炫耀。走好不送。快走！我也想给小宁买洋车，可是我没有钱。傻瓜，想啥呢？我故意整他们的，就为了听他们吹牛打脸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比珍珠还真。走，咱们干正事去，带你赚大钱。高品质的男装和长辈装在省城极有市场，有我哥嫂的商行支持，这是咱们翻身的王牌。简直是天生的衣架子。这位小先生是谁？这身段穿起中山装来，真是气宇轩昂。这料子质感好棒，绣工更是一绝。沈掌柜，这批货我要订500件。多谢各位掌柜赏识。今日锦绣坊所得的定金，我们会拿出一部分，为镇上的孤老院添置些冬衣。这西洋货就是不一样，坐着稳当，就是费汽油，跑一趟省城得烧掉不少大洋呢。去，把何大少爷买洋车的好消息传遍全镇，让那些叔伯兄弟都去祝贺一下。哎呦，子安出息了！这洋车怕是全镇头一份啊！这气场简直就是省城大买上转世。子安，以后发达了可得拉扯拉扯兄弟们，这车真体面。贪婪是最好的饵，你就慢慢在这些彩虹屁里淹死吧。哟，沈秋宁啊，想要吗？想坐吗？可惜啊，这副驾驶的位置不是给你这种和离过的女人留的。何子安，捧得越高，摔得越响。这车你可得开稳了，别到时候连汽油钱都得卖祖宅筹。你那是嫉妒，我还没拿补偿款就买得起，等钱到账了，我买劳斯莱斯。有了这车，咱以后往省城送绣品就不用去求镇上的车行了。宁宁，这日子我是做梦都不敢想，咱这就住上洋楼了。呸！邪了门了！这丧门星哪来的钱盖房买车？何大娘，你还不知道呢。秋宁那是开了锦绣坊，绣品都卖到省城大商号去了。听说一单生意就顶咱1年脚头，就那点绣花功夫能挣大钱。我看是省城那些商人心肠坏。
妈，要不咱也把家里的租出去做买卖？是什么事？咱马上商渡补偿款就下来了，先把你欠钱庄的洋车债还了，去省城买大房子，剩下的吃零息都够了。这都除夕了，补偿款怎么还没应啊？那边何家今天安静得很，往年为了商渡开发喊得震天响，今年没动静了。我听说何子安那个高利贷还不上，管亲戚借了个遍，都指着这笔补偿款过年呢，怕是难喽。开门，快开门！开门，快开门！大俊，妈，外面怎么这么吵？我去看看。没事儿，应该是你大伯和小叔来了。妈，你慢点儿。大伯和小叔之前成亲一个亲戚都没露面，这时候找上门，准没好事。大俊，别闹，让大伯进去。这孩子怎么成亲了还这么不懂事儿，连亲叔都不认了？你们来做什么？弟妹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来看看我这吃侄子，顺便聊聊这地契。这地儿当年是老祖宗留下的，老二既然绝了后，这地基理应归我们潘家男人管。放屁！这地是族里批给我们母子的，写在大俊名下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个老寡妇以为自己住在哪儿？这是我潘家的地，老二死了，这就是我潘家的。大俊，给妈把这些不要脸的畜生打出去！傻子，你疯了，要出人命呢！哎呀妈呀！走走走，痴儿，杀人不抵命的，快跑！好，我大俊长大了，能保护这个家了。妈，他们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。妈以前不想让你知道这些脏事儿，怕吓着你。晚上吃饭，妈把这一切都告诉宁宁。你知道大俊是怎么变傻的吗？20年前，潘家那些人为了抢地、抢抚恤金，硬生生把3岁的大俊从祭祀的高台上推了下去。这笔账我记了20年，现在是时候该算清楚了。妈，那2个亲戚这次来势汹汹，咱们总得有个底。当初公公走的时候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公公排行老2，他一走，天就塌了。那帮畜生借着代管祖产的名义，把家里能拿走的都抢光了。我和大俊就守着四面空，要不是镇上的保长看我们可怜，硬是把地契转到大俊名下，这屋顶怕是都要被他们掀了。那些年，我们娘俩是靠捡烂菜叶、讨百家饭才活下来的。难怪大俊看那帮人的眼神里藏着恐惧。妈，你相信因果报应吗？怎么不信？老天爷开着眼呢。老大家的大儿子在省城欠了几千大洋的赌债，二儿子打架被发配了，老三家的女儿给人当了五姨太，小儿子浑身烂疮，那是烂到根子里了。这世间有些公道是老天给的，也只有老天能给。不对，他们的反应太奇怪了，肯定还有什么事瞒着我。妈，他们这次上门讨要所谓的公道，恐怕不只是看我们盖了新宅眼红这么简单吧？别问了，宁宁。总之，这几天你尽量别一个人出门。妈，现在是有王法的，不比当年了。大俊也不再是那个只能被欺负的孩子，我有法子治他们，我不怕。你治不了他们的。那些烂人没有底线的，要是那件事被翻出来，媳妇儿，我想吃蜜糖。大俊，你是不是记得小时候的事儿？妈的表情是羞愤，大俊的表情是逃避。当年的吃绝户事件，恐怕不仅仅是抢家产那么简单，一定还发生了更丧大天良的事情。不管你们藏着什么秘密，既然我沈秋宁成了这个家的一人，谁也别想再踩着我们的尊严往上爬。锦绣坊攒了2000多大洋。日子是顺了，可孩子的事儿不能再拖了。听说何子安那个新进门的婆娘有了喜脉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这边还没动静，镇上那些长舌指不定怎么编排我，非坐实了我沈秋宁不能生不可。这大俊明明对我有情，可每次到了关键时刻就躲，今天非得逼他说出个圆圆来。
大俊，我不信你什么都不懂。你今天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没看上我？我没有，我最喜欢小宁，除了小宁谁都不喜欢。我不信，那你为什么总是不肯跟我做真正的夫妻？你实在不想，我也不是非逼你。不想看小宁哭，不想小宁疼，不想小宁流血。疼？流血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傻大俊，为什么我会疼会流血？你是不是听见别人说了什么，或者你小时候看见过什么？老娘，有侠，血，好多血。老娘有侠？难道他以前亲眼看到过什么惨事，留下了病根？滚！我们家不欢迎你们，再不走我喊保长了。你说，你好了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嫂子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得这么僵？让我们进去坐坐，这往后的日子还好商量。大俊，别动，让他们进来。于是啊，这些洋玩意儿你们娘俩也不会用，放这儿也是落灰。我们家那个老款的耐造，赶明儿换给你，这些我先拉走。听说你们锦绣坊发了大财，都是自家亲戚，谁好了都沾光，教教我们怎么弄，这生意我们也得占一份。大伯、小叔，这一大早的，算盘珠子都蹦我脸上了。你个再嫁的媳妇儿懂什么？我们正跟嫂子商量家事呢。家事，既然是家事，那就得讲个明明白白。大伯、小叔，有什么话门口去谈吧。你往外赶亲戚？哎呦，乡亲们快来看看呐！潘家的大伯、小叔来关照孤儿寡母啦！我们家除了痴儿就是女人，你们两个大男人往里屋钻，自己觉得合适不？有什么话不能搁大门口当着乡亲们的面说。就是，两兄弟欺负一个寡妇，像什么话？大俊，家里来贵客了，怎么能让人站着？赐座。大伯、小叔，现在大家都在，咱们好好聊聊，你们想怎么沾光？活该无所出，破鞋泼妇，我砍死你！敢骂我媳妇儿！别急，跟长辈说话要讲道理。对，我确实没生，不像大伯家，孩子多的能凑2桌麻将。听说潘大公子年纪轻轻就在省城的大赌档豪掷千金，差点把大伯的棺材本都输光了。哦，二公子更了不得，吃的是官家饭，刚从大牢里放出来没几天吧，真叫一个年少有为。沈秋宁，你满嘴喷什么粪？小叔别急啊，您家大女儿在省城也是出了名的懂事，给人当了五姨太，听说那老爷年纪比您还大。那是给人家当小奶奶去了。潘老三，你闺女业务挺广啊。至于那个快30还没成亲的小儿子，虽然不赌，但这身体花柳病还没好吧？于是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媳，你死人吗？管不管？宁宁，咱别说了。好啊，于是你也反了。沈秋宁，你过来，我单独跟你说个事儿。有什么话在这儿说不行？娘，你怎么了娘？放开！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？你这婆婆当年为了养活这痴儿，可是做过不少败坏门风、不干不净的事儿。大俊他爹死后，他靠什么手段保住这房产的？你看他敢不敢跟你说？你问问他，大俊到底是怎么变傻的？娘！这两个畜生，居然用这种陈年旧事逼一个女人自尽，好一副卑劣嘴脸！大俊，给我把这两个满嘴喷色的畜生赶出去！滚！不许欺负我娘！疯了！这家人都疯了！宁宁，妈对不起你。
是妈没用，坏了名声。大俊，刚才他们到底跟妈说什么了？他们要抢咱家的地契，说如果不给，就把以前那些难听的话传遍全镇，让你没脸跟我过下去。得不到就想毁掉，真是我的好亲戚。宁啊，妈没本事，当年为了保住大俊，受了不少委屈。妈，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？我们现在是一家人，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，只要我们心齐，谁也别想再欺负咱家。就是在那儿，那两个畜生为了逼我交出地契，把我像牲口一样作践。大俊那时候才5岁，他什么都懂，所以他后来高烧不顺，是因为受了惊吓。没钱请郎中，我求遍了族里没人理，我病得糊涂了，只能摘院里的树叶煮水喂他。等他烧退了，眼神就散了，再也不认人了。对不起，大俊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宁宁，不疼，我不疼。以后再也没人能欺负你。小宁，我脑子笨，你会跟我分开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镇上的婆子说，能干的女人不跟痴儿过。你现在这么厉害，能挣这么多大洋。大俊，我们现在能挣钱了，没人能再欺负我们。我们是平凡普通的一家人，我们会像镇上的老夫老妻一样，平平淡淡的走过这一生。真的？一辈子。秋宁，算账呢？你听说没？何家那头最近可是愁云草雾哦。何子安家，他那新进门的婆娘不是传出喜讯了吗？嗨，现在哪还顾得上孩子啊？稀奇啊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何家不该天天来我门口显摆吗？咋没见人影呢？显摆啥呀？原本指望去年年底发的那笔商渡开发补偿款，到现在一点动静没有。没发？不仅没发，听县府里的人说，规划改了，码头不往那边修了，那块地不争了。何子安那小子为了充人面，借钱买了进口洋车，还背着钱庄的高利贷。原本给新媳妇儿的彩礼钱都是挪用的，现在倒好，利滚利。两老口整天在屋里打架，闹得鸡飞狗跳。这就是报应。你们一心想靠着不义之财过人上人的日子，这一世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那何子安家啊，我看是悬了。那辆黑亮的洋车买回来也就显摆了2天，现在天天愁得掉头发。怎么了？不是说商部开发要发大财了吗？补偿款影儿都没有。听说他全家人的进项加起来，都填不上那钱庄高利贷的窟窿。可不是嘛，那新媳妇家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正站在街头骂街呢。骂什么呀？骂他们打肿脸充胖子，没那本事装什么大户。现在还不上债，竟然想让庆家凑钱。呸！谁家的大洋是大风刮来的？虚荣的代价终于来了。哎呦，那是去谁家的？急成这样。好像就是何子安他们那片儿。不说了，我得去瞧瞧。媳妇儿，打起来了！何家跟庆家差点把房顶掀了，打的那叫一个热闹。为了钱庄债务的事儿？那可不，狗咬狗一嘴毛，看着真解气。听说了吗？镇上何家出事了，何子安跟小翠吵得凶，小的没了。没了？不是才刚传出喜讯吗？何子安那身子骨本就虚，好不容易盼来一个，这下没坐稳，大人也跟着受罪。大俊心智不全，苦了你了。要是大俊也能像个正常男人一样顶天立地，你也不至于受这份委屈。妈，快别说，现在挺好的。大俊心思单纯，没那些花花肠子，比那些成天闹得鸡飞狗跳的人家强100倍。天哪，这哪是守祠堂的痴儿，这分明是哪家留洋归来的贵公子回乡省亲了吧？小宁，这个衣服好看，滑滑的。好看，咱家大俊穿什么都像个俊俏的小生。妈，我不苦。走，大俊，咱们也给妈生个大胖孙子，咱们得争口气，肯定比姓何的家更有福气。你这孩子没羞没臊的，大俊，争点气。大俊，想不想要个小宝宝？想，
要像小宁一样好看的宝宝。恭喜夫人，脉象往来流利，如盘走珠，这是喜脉，怀上快2个月了，回去多吃些滋补的，切莫劳累。真怀了，快2个月了。大俊，我们真的要有宝宝了。亲家母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这一颗心总算落地了，咱们宁宁怀上了。是啊，我就说咱们宁宁是有福气的。当初何家那些长舌妇非说宁宁子嗣元薄，这回看他们还有什么脸面见人？要我说，咱们回镇上就得放几串响炮，去那何家门口转转，让马氏看看到底谁家才是真有后。对，就得出口恶气。妈，婆婆，这事儿咱们先别往外传。为啥呀？这是大喜事儿，得让他们瞧瞧啊。何子安家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商部补偿款没影，杨车又抵了债，他那个新媳妇儿胎气也不稳。那时候看我们盖洋楼，他们就气得牙痒痒，在外面没少败坏我。现在他们正落魄，要是知道我有了，谁知道他们能干出什么狗急跳墙的事儿？咱不怕事儿，但咱现在没必要惹事儿。等月份大了，瞒不住了，那时候谁都知道了，也不差这一时半刻。宁宁说的没错，平平稳稳过日子最要紧，财不外露，喜也要藏稳。行，听宁宁的，咱们偷着乐，把身体养好最重要。我不说，谁都不告诉，我也要保护小宝宝。歇会儿吧，这是今年最后一口真西瓜了。沈秋宁，开门，给你送喜气来了。你看看，这西瓜也就你能吃，我老婆现在怀着孕，凉的一点都不能碰。我看你这辈子也没个发糖的机会，给你一包沾沾喜气，别说我不顾念旧情。拿回去吧，你老婆都受几次罪了，也就你这种没心肝的才觉得这是喜气。滚！我家的大门不接脏东西！你们这群穷命鬼，等我伤到补偿款下来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偏了50里，这不就绕过咱们镇了吗？我为了等补偿，祖宅都没修，我还在钱庄借了高利贷。怎么回事？媳妇儿，看，是那个坏蛋何子安。当初我就不同意我闺女嫁到你家，你儿子什么德行，镇上谁不知道？我儿哪儿不好了？我们给了5000元大洋的聘礼，让你闺女风光进门。风光？你们那是看我家地契在商铺边上，想吃绝活。合着你们家不看重那点补偿款？要是早知道你闺女是个漏风的口袋，连种都留不住，就算是前清皇上赐婚，我们都不要。你再说一遍，我留不住孩子。别说了，回家说。我不回家，我让大家都听听，你们家就是骗子。你儿子根本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，他根本不行。郎中检查了，我闺女身体好得很，是南方先天不足，种子是烂的，这才保不住胎。原来这就是报应。别看了，咱们走小路，脏了眼。听说了吗？何家那小子是真有印记，当初还赖沈家小姐无所出，真是丧尽天良。可不是嘛？听说那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序号。现在商都开发也黄了，新媳妇儿也要闹和离，真是遭了报应。媳妇儿，他们说的话我听得懂。以前他们骂你，现在都在骂他。随他们说去吧，咱们的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。提起何子安，人们的注意力总要在我这个前妻身上走一圈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现在的我有事业，有疼我的人，那些流言蜚语不过是风后的尘埃。咱家自己生活从不亏待努力清醒的人。恭喜恭喜，顺产7斤2两，是个白白嫩嫩的小闺女。我有闺女了，我有小棉袄了。看谁还敢说咱们秋宁无所出。走，大俊，
去把镇上最好的吹打班子请来，咱们要在祠堂门口摆3天流水席。何家，你们当初泼在我身上的脏水，今天我一滴不剩的还给你。哎呦，瞧这孩子长得多俊，谁说沈家小姐身子有问题的？那是老何家缺德，自己儿子先天不足还赖媳妇儿。听说他们家现在惨喽，祖宅抵了债，全家挤在镇委的破草屋里呢。你又要去哪儿？饭也不做，衣也不洗，你当我何家请你来当少奶奶的？姓何的，你搞清楚，你家现在连锅都揭不开了，还想让我伺候你们一家子？做梦去吧！瞧，那不是何家新媳妇儿吗？明晃晃跟人私奔了，活该！你看，补偿款没捞着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这叫天道好轮回。这日子以前真是不敢想，跟做梦似的。妈，这就是我们要的安稳日子。媳妇儿，你看，囡囡看烟火都不哭，胆子大着呢。这么晚了，谁会来？宝贝，秋宁宝贝，嘿嘿，你终于出来了。你知道我在这里等了你多久吗？何子安，你疯了，放开我！哟，前夫哥找上门了。这出戏精彩啊！秋宁，人家还记着旧情呢，你就从了吧。谁能来救救我？救救我！不准动我小宁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这个坏蛋！打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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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许碰小宁！老实点儿！进了这儿还敢撒野！谁是何子安的家属？我是。他怎么样了？伤势极重，由于脑部受损，即便保住性命，大概率也是终身瘫痪，往后怕是只能卧床不起了。终身卧床，那大军岂不是要背上重罪？大夫，求求你救救他，也救救我儿子。我儿子心智不全，他只是为了护份，他不是故意的呀！打死你！不许碰小宁！妈，别哭了，哪怕变卖家产求遍全城，我也要把大军救出来。唉，你说他怎么就突然犯了浑呢？这要是被关进大牢，我宁宁下半辈子不是守活寡吗？囡囡才刚落地，正是要亲爹的时候，他倒好，非要在这种时候发疯冲动。我闺女命苦啊，千挑万选，最后跟了个随时会要人命的疯子。对不起，都是大军不好，连累了秋宁。亲家母，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那何家虽然落魄了，可子安毕竟贪了，他们定会咬死不放。大军这辈子怕是毁了。够了！他是个痴儿，但他不是个懦夫。如果看着自己老婆被人欺辱、被人强迫，却还软弱的瞻前顾后、权衡利弊，那我才真的瞧不起他。在我眼里，他比你们任何一个所谓的正常人都更有血性。何子安没死，咱们门口有左邻右舍作证，是他闯入在先。要赔钱，我卖了锦绣坊也赔；要坐牢，我就抱着孩子等他出来。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根据邻里证词，对方深夜强闯民宅且意图不轨，潘大军属于护家正当防卫，免于刑事责罚。老天爷保佑，不用吃官司了。但是，由于他心智不全且有极强的暴力倾向，必须强制送往省城的静心疗养院接受封闭式医治。大军，别怕，虽然现在你不得不离开我和孩子，但这辈子我绝不再动摇。我等你回来。
放开！回家，找宁宁，回家！大俊，那是你亲闺女啊，你别吓着她。大俊，看着我。小宁，大俊，跟他们走吧，他们会治好你。等你好了，我亲自接你回家。妈，你慢点吃。我要多吃点儿。大俊不在家，那些狼心狗肺的东西都盯着咱家这点家当。我得长肉，我得有劲儿，我得护着你和娃。妈软弱了一辈子，胆怯了一辈子。今天是我小宁让我找到了底气，敢跟所有人叫板。妈，咱们一起守着这个家。小宁，你往家里一站，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底气。姑娘们，这是咱锦绣坊年前最后一批往省城送的货了。忙完这阵儿，我就得专心在家带孙女喽。奶奶，慢点跑，来叫妈妈。爹爹，我教给他的第一个称呼是爹爹，虽然那个被称为父亲的人，至今还没能抱过他一次。好孩子，真乖，你爹要是听见，得乐疯了。大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希望你回来的时候，就能亲耳听见孩子叫你。滚！再敢打我家地契的主意，我拼了老命也拉你垫背！妈，咱们锦绣坊的名声现在越做越响，何家那些人也不敢再随便过来了。那是，咱这叫身正不怕影儿斜。沈掌柜，省城静心疗养院来的急信。宁宁，你说大俊在省城吃得好不？这回来会不会不认得咱了？妈，大俊最听你的话，也最疼我。大夫说他恢复得很好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。老天爷显灵啊！我的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大俊，看，这是我们的女儿，奶奶。爹爹，宁宁，这张画是在咱们老宅拍的。大俊，你记得？记得。我还记得那天太阳很大，你给我擦汗。我还记得，我把你护在怀里，不让那个坏蛋碰你。省城的大夫跟我说了很久的话，他说我生病是因为我小时候太害怕了。现在我不怕了。宁宁，我有你，还有囡囡，我要护着你们，再不让任何人欺负咱家。好，咱们慢慢来，这一辈子我陪着你。听说了吗？那痴儿回来了，穿得跟个资本家似的，哪还有半点傻样？回来又怎样？到底是个疯过的人！呸！咱们家子安虽然瘫在床上，那也是个正经人家子弟。正经人家管什么用？子安那媳妇儿早跟人跑了，连根针都没给咱留。凭什么那沈秋宁能过上这种好日子？我不信那傻子真能好，等着瞧！我非得撕开他们的假皮不可！瞧瞧，这大俊从省城回来，怎么像变了个人？
以前只会傻笑，现在这手艺，怕不是在省城被名医给治透了。你看那眼神，沉稳的吓人，哪还有半点吃样？别理他们，这木马快做好了。明天再打磨一下，楠楠就能骑了。哎呦，我儿现在不仅不吃了，还成了镇上顶好的木匠。大家快来看啊！杀人凶手回来了，疯子出来害人了！我那命苦的子安还瘫在床上，这凶手倒好，在这享清福。今天不赔500元大洋，我就撞死在你家大门上！马姨，我归家的时候，县府的判决书和巡捕房的调解书都在。何子安深夜强闯民宅，意图不轨，我是正当防卫。你胡说什么？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他瘫痪是咎由自取。如果你再闹，我不介意再报一次官，罪名是敲诈勒索。你这痴儿怎么会说这种话？我不傻了，让你失望了。滚！大俊，你刚才真像个顶天立地的英雄。宁宁，我怕我还是会变回以前那个样子，让你受累。不会的，就算变回去，我也守着你。我不会让自己变回去的，为了你，我也得清醒着。进项算错了。啊！苏资的耗损你多算了1成，这批货的纯利应该比你算的还要多出200两银子。大俊，你怎么连这个都会？在省城疗养时没活干，看了不少算经和商书。其实这些账目逻辑很简单，只要静下心来。宁宁，快！省城有个大客商说要订1000套富贵昆装，真的太好了！不能走，这车祸不能走！何大伯，你又闹什么？秋宁，看在以往的情分上，救命吧！子安在医馆停药了，学徒说再不交费就得把人抬出来。你们家现在这么红火，就当行行好，借我们200元大洋。情分？当初你们逼我净身出户、一纸合离的时候，想过情分吗？我给你跪下了，行不？那是你以前的丈夫啊！何老先生，这是何子安前妻小翠在镇上钱庄借的高利贷担保，上面按的是何子安的手印。你现在借钱给他，转手就会被债主收走，根本到不了郎中手里。什么担保？有空在这儿拦车，不如回家看看，你们家那祖宅是不是快被钱庄收走了？大俊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深不可测了。我只是想快点变强大，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再当那个泼妇，去跟那些人吵架了。不吵架我还有点不习惯呢。以后恶人我来当，你只负责优雅的做你的沈掌柜。大俊，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一定。宁宁，以前是大伯糊涂，你看大俊现在病也好了，咱们到底是打断骨头连着至亲的一家人。是啊，听说你们锦绣房缺搬运货物的伙计，外人哪有自家亲戚靠得住？让我们兄弟俩来帮忙，工钱你看着给点就行。工钱看着给。大俊，你下楼了？伙计就不必了。不过我这儿有份清单，是20年前我爹出事后，你们从我家拉走的缝纫机、5斗锤和半袋大米。按现在的市价折算，
一共320元大洋，还了钱再谈一家人。老三，这赤儿真变精了，300多大洋，这是要咱们的命啊！精了又怎样？他以前在静心疗养院被关着的疯样，我可是找人画了押存了证的。要是传到省城商会，说这锦绣坊掌柜的男人是个间歇性疯子，看谁还敢订他们的货。大伯他们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我总觉得他们在憋什么坏主意。明天去签协议，他们会不会来捣乱？跳梁小丑而已。宁宁，明天我们要去县城签那个独家代理协议，让他们闹。闹？那锦绣坊的声誉怎么办？只有让他们觉得自己赢了，才能把那根烂到地底的根子彻底拔出来。大家快看啊！潘大俊是省城疯人院放出来的疯子，沈秋宁骗你们订货，就是为了筹钱给他治疯病。这种人家出的绣品，你们敢往身上穿吗？你们这2个丧尽天良的畜生，当初推大俊下祭坛的事儿还没跟你们算账，现在又来坏我儿名声。沈掌柜，潘先生，你们镇上有人传信说潘先生有严重的癔症和暴力倾向，这对我们商号的声誉影响很大。这代理协议，张经理，闹事的人是我名义上的亲戚，这里面有20年前他们谋夺家产的证据，还有昨晚他们商量敲诈我们500元大洋的录音。喂，巡捕房吗？我要举报有人聚众滋事，敲诈勒索，证据我已派人送往县府了。潘守业、潘守财，有人举报你们敲诈勒索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老总，误会啊，我这是管教自家侄子。有什么话回局里说。受害人提供的录音里，你们索要封口费的动向清清楚楚。宁宁，最后一颗钉子拔掉了。大俊，你刚才在省城谈生意的样子，真的一点都不像以前的你了。在你面前，我永远是那个给你留西瓜的大俊。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鬼样子，那沈秋宁现在出入都有洋车接送，潘大俊那个痴儿也穿上西装当大掌柜了，咱家连买药的铜板都凑不齐。妈，我不甘心，我变成这样全是他们害的。不甘心能咋办？那痴儿现在精得跟狐狸一样，咱还没靠近就被巡捕盯上了。硬的不行，就来软的。沈秋宁那个人最是心软，你去求他，去跪他，就说我要死了，想见他最后一面。大俊，歇会儿吧，楠楠都快在你背上睡着了。宁宁，我刚才在那边树下挖到了一个铁盒子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我5岁那年埋下的，里面有我爹留给我的1枚前清纪念金币。你真的全部想起来了？全部，包括那天从祭坛上摔下来时，大伯推我的那只手，还有你小时候分给我的一块烤红薯。想起来就好，以后咱们再也不提那些苦日子了。秋宁啊，你救救子安吧，他快不行了，临走前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求你去看他一眼吧。马姨，你要是真想救他，应该去求郎中，不是来求我。宁宁，以前是我们不对，是人都要死了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哪怕是看在以往的情分上。情分？是何子安深夜强闯民宅，意图不轨的情分吗？大俊，你……马姨，别演了，我已经向县府申请了强制查封，何子安名下那套还没被收走的旧宅，很快就要抵交他欠我们的医药费和名誉损失金了。你要赶尽杀绝！我只是在教你们什么叫因果报应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女人心肠毒如蛇蝎，发了财就逼死前夫，还要收走我们何家遮风避雨的祖宅呀！秋宁，我错了，我真的没几天好活了，求
求你给我留条活路。沈掌柜，这二位是？何子安，既然你想当众算账，那咱们就算个明白。各位乡亲，这位何先生半年内3次以此手段敲诈勒索，这是他伪造的绝症诊断书。实际上，他只是普通的下肢瘫痪，并无性命之忧。你胡说！这是昨天马姨在茶馆跟人商量怎么分敲诈到钱的证词。证词上白纸黑字按了手印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呸！老不要脸的，拿瘫痪的儿子出来骗钱！这沈掌柜也是倒了8辈子霉才遇上这种婆家。子安，救我呀！子安！大军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快了，祖宅收回来后，我打算把那块地捐给镇上做善堂，专门收容孤寡老人，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。大军，妈现在是真放心了，你不仅不吃了，比那些读过书的人还有主意。妈，以后你只管带好囡囡，外面的风雨我来挡。那我也只管赚钱吗？你只管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。从前我以为我是他的救世主，现在才知道，他才是我的避风港。何子安，根据县府判决，此宅已折价抵偿潘家债权，请在今日日落前完成腾空。我不走，这是我何家的根，你们这是要逼死老太婆啊！马姨，这房子抵给我，我也不会住。大郡已与镇上保长签了字，这里会改建成潘氏善堂，专门给镇上的孤儿和孤老提供免费斋饭。这叫借花献佛，为何先生以前造的孽积点德。沈秋宁，你一定要做这么绝吗？不，我只是觉得清爽。何子安，从你当初为了上当补偿款算计我那一刻起，你就该想到，你眼里只有钱，最后会被钱压死。沈掌柜，咱们这个月的绣品订单破了10000件，省城的货运码头现在专门给咱们开了绿色通道。辛苦了，下个月开始给绣房的姐妹们每人多发2块大洋的奖金。宁宁，我想把后山那块荒地也承包下来，又要种桑树，建一个现代化的民族纺织大厂。咱们不能总靠外面的供应，得有自己的流水线，这样镇上的年轻人就不用都去省城卖苦力了。潘大掌柜，你这脑子恢复的太厉害了。宁宁，我有件事瞒着你。什么事儿？我偷偷去省城考了驾驶绝照，门门都是优等。真的？你什么时候去的？每天早起去果园的时候，我想着以后我得亲自开车送你和女儿去省城，不用再挤那颠簸的马车。大俊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我的计划之外，却在我的心尖上。潘大俊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想建大厂我不管，但你不能动祖坟旁边的地，那是断了潘家的风水，惊扰了老祖宗。对，想动这块地，除非从我们兄弟俩尸体上踩过去。大伯，既然你谈风水，那咱们就谈谈祖制。族谱第3页，后山荒地原属族内公产，非私人墓地。更何况20年前，我爹修缮祠堂的抚恤金里有50两银子是专门留给祖坟修缮的，钱被你们2家分了，祖坟却至今荒草丛生。你们谈不孝，谁更不孝？你胡说，那是老二自愿给我们的。行了，大郡承包这块地合情合理，且大郡说了，承包款里的30%会专门成立祭祖基金，用来修缮全镇的公墓。大军有远见，这才是真孝道。沈掌柜，我是来应聘搬运绣品的杂工的。你，何子安那个混蛋把我骗惨了，家里现在1分钱都没有，我还欠了债，只要有口饭吃，什么苦我都肯干。锦绣坊不养闲人，你要干就从最苦的装箱发货开始，只要你踏实，我不会亏待你。谢谢沈掌柜，谢谢潘先生。大俊，我以为你会让我赶走他。路是自己选的，罪是自己遭的，但给别人一个靠劳动活命的机会，也是咱们的修行。潘先生，你这厂房设计的排水暗沟绝了，
比省城那些洋行大厂考虑的都周全。这山后有活泉，若不防着，雨季怕是要进了料子。王叔，地基务必扎实。谁能想到，这守祠堂的痴儿开了窍，比财神爷还厉害。马氏，名单上没你，这善堂是给无依无靠的老人住的，你有儿子，让他养你啊！大妹子，我儿瘫了，我这都3天没见荤腥了，求你赏口粥吧。妈，别求他们回来。大郡求宁，你们不仅自己光宗耀祖，还给镇上50户人家解决了生计。这杯开业酒，我代表全镇乡亲敬你们。大郡，这沈秋宁眼光可真毒，捡了个痴儿，竟然捡成了个乘龙快婿，那也得人家沈小姐有那个福气受得住。换了你，早卷包袱跑了。累不累？一会儿咱们就归家。不累。大郡，你看大家现在的眼神，再也没人敢轻看你了。大郡啊，以前老人都说守祠人是替全村挡灾的。老爷爷，我以前痴傻的时候，是镇上的百家饭养活了我，现在我不傻了，这镇上的福气我来守。有人说，每一个守祠人都是折翼的天使，而我的大郡是为了遇见我，才降落在这片土地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镇上的那个吴老板也开了个一样的秀场，连花样都跟咱们的一模一样，那就是明摆着抄袭。听说他们还想挖咱们的人，许诺给双倍的大洋呢。大郡，吴老板那边，宁宁，模仿只能跟在屁股后面，超越不了灵魂，让他们挖，正好帮咱们筛选一下谁是真心想留下的。哼，那潘大郡真以为开了个厂就能翻身了？款式我已经仿出来了，价格比他低3成。我要让他这批货全烂在仓库里。吴老板，光仿款式哪够？我有个远房侄女在里面当质检，只要她在染料上动点手脚，到时候布料一洗就掉色，赔偿款都能赔死她。大郡，今天好几个长期合作的批发商都发来电报，说吴老板那边报价极低，问我们要不要降价。不降。宁宁，通知下去，下周咱们举办一场锦绣品鉴大会，邀请所有客商来工厂实地考察。实地考察？我们要展示的不是衣服，而是咱们独有的防伪织法。在省城疗养的那半年，我不仅仅在养病，吴老板挖走的那些人，带走的是过时的旧版型，真正的王牌在这里。潘掌柜，花样都一样，你卖30块大洋，我只卖20块，你这品鉴会有什么看头？吴老板既然来了，那就请看。各位请看，左边是沈氏专利的双面固色织法，每一根丝线都经过特殊处理，入水不缩，经年不退。右边是市面上的仿品，虽样子像，但下水3次便会走形，甚至伤人皮肤。大伯，等你好久了。我就是路过。路过？你在丰泽与酒楼商量破坏原料的计划，酒楼伙计早就一字不漏的记下报关了。品鉴会圆满成功，省城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。吴老板那家仿冒的劣质厂子彻底臭了名声，而这
就是偷奸耍滑的下场。大俊，妈这辈子做梦都想不到能看到你穿得这么体面，在台上面对那么多大人物说话。妈，这才是开始，以后咱们镇每个月都要发分红，我要让潘家镇成为全省最富裕的实业重镇。大俊，你现在真的成了全镇的守祠人了。守祠，也守你。有人说痴儿开了窍，那是老天爷给的福报。我知道，那是因为大俊心底的那份纯粹从未改变。